倩倩，倩倩，你睡了吗？我刚才还看着灯亮着呢，怎么又关了呢？倩倩，出来。 倩倩，倩倩，出来，出来！卢市长，您这么晚回来不累啊？你不睡觉，别人还要睡觉呢。你还知道我累啊？有些事儿你就不该瞒着我。我出来，出来！哎呀，爸。 今天江局长和秦局长不都帮我解释过了吗？如果真能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早就站出来了，还不是因为牵扯人太多，我还想求安慰呢。我问的不是这个。那什么事儿啊？你和江河的事儿。我跟江河什么事儿啊？我问你，你和江河谈恋爱了吧？ 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么说是真的了？是。我不同意。你为什么不同意啊？我们是自由恋爱。他多大？你才多大？年龄不是问题。倩倩，他是结过婚的。啊，他的前妻和孩子就在东江市。 不要说我了，你妈知道都不会同意的。他的前妻和孩子我都见过了，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。而且我妈她也不会像您这么专制的。你怎么就鬼迷心窍了呢？你找什么样找不着？我问你，你怎么就偏偏看这个江河呢？ 他有什么好的？爸，我真的是不明白，你到底哪里看不上江河？是您提拔他，把他放到港务局局长这个位置上，还不是因为您赏识他的才能？感情和工作是两码事儿。他是我提拔的干部，但这并不等于我能同意他跟我的女儿谈恋爱。您还知道我是你女儿啊？我还以为是一个不讲理的市领导在教育他的下属呢。倩倩。 你怎么这么跟爸爸说话呢？爸，自从您知道我在船上那一刻开始，您先是当众指责我隐瞒超载的事情，然后又莫名其妙反对我跟江河的感情，从头到尾，您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我的安危。您知道吗？是那个大学生他救了我的命。 如果不是那个大学生，您女儿已经被江水卷走了。我隐瞒这件事情，您知道我心里承受了多大的压力跟自责吗？我最大的压力，就是因为我的爸爸是伟大的卢市长。
卢市长亲手给你熬的粥，谢阿姨。爹地，如果你每天都回家住的话，我保证再也不睡懒觉。莫小猪，你就别瞎保证了，快走吧，已经迟到了。爹地妈咪再见。再见。吃饭吧。哎，这一大清早就这么闹腾，我还有点不太习惯。这默默每天早上起床都这么困难吗？没有啊，这不是你在吗？人来疯了。平常阿姨一来，她自己都洗漱完毕了，麻利着呢。我今天一睁眼啊，看见默默睡在我身边，那种感觉，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太奇妙了。江河，当初我的决定可能是有点自私，让你跟孩子分开这么多年，对不起啊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回来了，你想见他随时都可以。家门钥匙，你拿着吧。什么时候我要是不在，他要找你有事儿，方便。这不太好吧？背着吧，咱俩别这么见外。好。江河，有个事儿我想问问你。你说。默默一直都不知道咱俩离婚的事儿。现在我们也搬回来常住了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万一他哪天知道咱俩骗他，那怎么办呀？你觉得怎么办好呢？我不知道啊，这不问你的吗？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。薇薇，你们刚回国，默默呢也在适应国内的生活。这样，我们还有时间，我们考虑清楚了再做决定。可以。我也没想让你现在就回答我，我就是想提醒你，假如你想开展一段新的感情，你至少也得等到孩子接受了我们婚姻的真实状况以后。我知道了。你笑什么？我在笑啊，你跟以前一样，说的话让人无法反驳。那是因为我说的都对。
好，谢谢。江局长，有什么处理决定就直说吧，我有心理准备。卢站长，虽说卢倩不是你放上船的，可你也没有尽到喝茶的责任，没有能消除隐患，所以在工作上还是有疏失的。我明白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这个站长是有责任的，我心里有愧。不瞒你们说，我这几天一直睡不好觉，老是做噩梦。所以局里讨论决定，撤销你客运站站长的职务。你的年龄也快到了，就提前退养吧。你的意见呢？我同意，我同意。这个决定对我来说，已经是很宽大了。以后港务局的工作还需要你们这些老同志帮忙出谋献策。哎，好。哎，那德刚呢？今天该来的都来了啊，还有不少在外面出差、谈业务的同志。可以说，这是我们党委扩大会到场人数最多的一次。大家都知道，前段时间我们港务局处理一个突发危机，局领导都很忙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也许有些人都已经认识了。但是今天我还是要正式的、认真的介绍一下我们港务局的新局长，党委书记江河同志。以后请各位同事、各位前辈多多支持。我是个外行，新人，向大家学习。下面就请江河同志给大家讲话。非常遗憾，第一次的正式见面，就要谈起重大的水上事故，还要宣读这起事故的处理结果，我的心里很不好受。我相信大家跟我的心情一样，无论是出于对失去生命的惋惜，还是出于对我们港务局名声的爱护，都希望这个阴霾赶紧散去。永远不要再来。在开会之前呢，我们去了轮渡码头，处理了第一个责任人卢子明同志，被免去了站长职务，提前回家退养。这就是我上任后签署的第一个文件。没想到这么灰暗，这么让人沮丧。另外，船长王德刚和大副谢长风，由于玩忽职守，已经被检察机关批捕，并提起公诉。下面就请钦池同志宣读其他责任人的处理意见。在宣读之前，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个情况。本来呢，我是不应该再站在这个会议室里的。我已经向卢市长递交了辞职报告。真的假的呀？对于沉船事故的所有领导责任都在于我，跟其他人没有关系。哎呦，你可真励志了呀！但是卢市长把这个报告给我退回来了，说江河局长已经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了自己头上。关于江局长的处理意见，由市里另行研究决定。哎，这事儿是不是这么回事儿？江河局长还向市里请求，说班子里的所有同志都不要追究责任，由他一人来承担。下面，我宣读东江市政府对831水上交通事故的处理决定。副局长朱三才，
身为分管生产调度的副局长，又是渡口和轮渡船队的直属领导，对这次事故负有领导责任，给予党内警告处分。肖明，身为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局长，对职工的安全教育未能贯彻到底，安全守则留一纸空文，对本事故负有领导责任，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卢倩，作为港务局中层干部，不遵守内部制度，无票登船，违反纪律，给予记过处分。秦池，作为港务局常务副局长，事故发生后，隐瞒事故原因不报，对上级领导形同欺骗，给予记大过处分。秦局，行吗？该处理的都处理完了，说点正事儿吧。我们就讨论一下实际问题。张副局长，我们要赔付多少钱啊？我们还有能力维持局里的正常运转吗？老朱啊，今天是扩大会议，一来呢是让江局长跟大家见个面，二来呢是来宣读这个处理意见。你要是对赔偿金额有什么疑问，咱们可以在党委会上去讨论。今天在这里就没必要。没关系，在座的都是港务局的领导、中坚，既然朱副局长都提出问题了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听一听，群策群力提出解决办法。秦局啊，你看看江局这胸怀，那我就说说。说吧。好，据我了解，东江港的5个专业码头、9个堆场、30几个三产公司，除了煤码头是盈利的，其他下属单位基本上都在亏损。到现在为止，亏损已达9000万。9000万啊，同志们！照这样继续发展下去，到年底破亿是没有任何悬念的。这笔账算得有点早了，具体情况还要等张局长计算出来以后才能决定。好，那咱先不说这个，说说赔偿款的事儿。啊，我们是先赔钱呢，还是先给职工发工资？党委会是职工的当家人，如果现在有人站出来，说这个钱我来想办法，不用你管，我马上闭嘴。这是开会不是就是想办法的吗？真要有什么办法，还开会干什么？对啊，那就讨论一下，想想办法。张副局长，我们还有什么办法二者兼顾吗？没有。如果沉船事故的赔偿款不能发放到位，还没准闹出什么幺蛾子。我们职工发不出来工资，吃什么喝什么，到时候上头的板子又会打在我们头上。在座的都是自家人，我再提醒一下啊，张副局长，你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。我们还有可能向银行贷款来解决燃眉之急吗？我们现在啊，就欠着银行好多钱呢，光每年的利息负担就已经很重了。周局长这是在提醒我，这家不好当啊。这几千人的港口，不要说经营盈利了，就是每天的花销也得好几十万。何况现在又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想让东江港扭亏为盈，走出低谷，那非一日之功。所以呢，我也希望秦局、朱局，还有在座的各位都想一想，有什么办法
能够先解眼前之困。将军啊，咱们东江港是在卢市长的手里发展起来的，闹到现在这样，最心疼的是他老人家。咱们现在眼下最难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吧。要不这样，我到老领导那儿去化个缘。哎，化缘也应该江局长去。江局是卢市长的爱将，这个面子市长还是要给的呀。我来领命当这个局长的时候啊，我跟卢市长立下了金陵状，我答应他3年之内还他一个风清气正的东江港。我现在想一想啊，哼，我这后脊梁都发凉。行，既然2位副局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这个方丈就去试试吧。好吧，要没什么事儿就散会吧。啊，对了，在我之前刚到局里的时候呢，我让办公室还有工会联合发了一个通知，请占有职工宿舍的同志们限时搬出，好让人家值班的同志进去休息。今天我在会上呢再重申一遍，也希望这个郭局还有赵主任，你们帮着督促完成。啊，将军放心，已经清查完毕。那么会后呢，我再跟您详细的汇报。好，散会。哟，林军，你回来了？你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就来啊？我给您打过电话，您没接呀？哦，开会静音。哎，金军，您这什么时候开始喝竹叶青了？这茶杯都挺正啊。没正事儿是吧？有正事儿，有正事儿。你看我来找您什么事儿，您还不清楚吗？金荣啊，我前几天不是跟你已经说了吗？改造散货码头这事儿，欲速则不达。您看啊，前段时间您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，我这不也没好意思来打扰您吗？现在这个善后工作已经到了收尾阶段，我这事儿，领导您还得多关心关心呢。眼下我们港务局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，这交了赔偿款就发不下来工资，发了工资就交不上这些钱，你总不能让我好不容易平息下来的事情又再起波澜吧？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让我跟江局谈这个工程的事儿，不太好吧？您再好好琢磨琢磨，我怎么觉得这是个机会呢？你是说拿这个工程来解燃眉之急？对呀，您看啊，散货码头的工程一旦上马，你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把各路资金要过来。那再不行，我们可以部分垫资嘛，帮你们周转周转。不过这个工程款方面，您得高抬贵手啊，多少让我们一点啊！哎，咱们这可是两全其美、皆大欢喜的事儿。不过这么一来，倒像是咱们大乔让江河过关了，你说是不是？你呀，跟朱三才一样，这心思不要老放在这弯弯绕绕上啊！这怎么可能是为了江河一个人呢？这也是为了我们港务局解困。对对对，您说的对，是我小人之心了。那您觉得这事儿可行？啊，回头啊，你把这个工程合同捋一捋，我帮你约江局好好谈一谈。得嘞，有您这句话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那这样，您先忙着，我先回去了。嗯。有朱三才那么放炮的吗？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，你就这么忍了？要是我，直接让他给我出去了。那然后呢？其实3年为期未必不能风清气正，
难就难在立刻2个字上。哎，卢倩，能不能找你爸探探口风啊？哎呀，你们不知道，我昨天晚上跟他大吵一架，我估计现在也问不出什么来。因为什么吵架？哎，反正就一言不合呗。他那是长脾气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。趁我妈不在家，在家里作威作福。哼，我看你也没少给他气受。向着谁的呀你？夏同学，怎么了？哦，那行，那咱就晚上见呗。哎，拜拜。你们别乱想啊！昨晚他喝多了，我正好碰见了，就给他送回家了。没多想，我们都懂啊。你有劲没劲呢？有劲啊！不是，行了啊，这话题打住吧，还是说回钱的事儿吧。我现在啊，急需2倍高餐，给我意见。我倒是有个不成熟的想法，不过实际操作起来，估计也会困难重重。先说来听听。我在想啊，咱们是不是能以港务局旗下那么多半死不活的下属单位为突破口？我可是吃垮了东江师范前门烧烤一条街的人啊，这吃逢对手啊！对吧你就你这小身板没看出来？要不咱就比量比量。行了，不比了，我信了，西亚同学。哎，你也是的，别老是西亚同学、西亚同学的那么叫我，听着跟我们教导处主任似的，我一听全身一哆嗦。要不这样，以后你就跟我江河哥一样，叫我西亚就行了。真的？我现在都能跟你江河哥哥同等待遇了。行，赔罪一次啊，值了。那不能够啊，最起码咱们俩还得再来一次啊。别啊，这种人生体验一次就够了，今天不喝了。那你就全当是为我鉴别了呗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想去云南待一段时间。以前陶然总说要带我出去旅游，我总是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他。他总跟我说云南那儿特好，我想去看一看他说的大理、丽江，去听一听洱海的风，赏一赏他赏过的上官花。出去散散心，挺好的。那就回来以后重新开始。来。江队长又来花园，卢市长看着你，可该头疼。这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吗？市长，江局长来了。刘市长，江河，在谈工作之前，我先给你谈点私事儿。好。你和我女儿卢倩谈恋爱，作为父亲，我有点自己的看法。先不要说你现在是港务局的局长，你结过婚。就说你前妻丁薇薇现在是美码头的股东之一，卢倩又在港报工作，无论是从工作还是从感情上讲，你觉得让卢倩面对这么复杂的局面，对她来说公平吗？卢市长，如果您是作为一个父亲来……好了，江河，不要说了。你也是30多岁的人了，我只是表明自己的态度。卢倩个人的事情她自己做主，我们谈工作吧。
秦局，来。哎，好。市长在谈事儿，稍等一下啊。哎，王秘书，依你看，这市里头有没有可能拨款为东江港来解这个燃眉之急呀？秦局，我可听朱副局长说，这局里面可有不少人都等着看江局长笑话呢。您倒跟他一条心，还跟他前后脚来找市长化缘。方秘书说哪里话呀？这江局长跟东江港是一荣俱荣的关系，我们怎么可能看他笑话呢？秦局一向为人厚道，不然卢市长也不会倚重您这么多年呀。我还有点事，您先等会儿啊。5000万财政拨款，江河，你这狮子口大开呀！以东江港现在的财政状况，如果小额的应急支持根本就不管用。你呀，还是从你港务局自身想想办法。要是其他的市里的单位都像你这样，一遇到困难，就跑到这儿向我这个市长要钱，我就是有座金山也不够你们分的呀。你要自己动动脑筋。市长，您把我放在这个位置，又让我立了3年的军令状。您不给钱，您总给点政策吧。你要什么政策？港务局在我这儿不会得到特殊的照顾啊。我不要特殊化啊，我也不要什么特殊的政策，我就要您一句话：我在合法的范围内自主经营，上级主管部门可不可以鼎力支持？那肯定的，只要你合法合规的经营，市里是不会干预的，政府肯定大力支持啊。你多虑了，你是港务局的一把手，对企业的经营拥有完全的自主权。但是我提醒一下啊，同样产生的责任，你也要担着。好，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江局长。哎，秦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和你一样。卢市长怎么说？没钱。我也猜到了。让市里拨款也是困难。再说了，数量太小，也是杯水车薪的。行了，回去吧。靠人不如靠己。这张卡呢，你拿着。哎，走了。出门在外，别亏待自己。谢谢孟总啊，您的心意我替同学们心领了。我可没别的意思啊，你们将来都是东江艺术团的人，这点福利算得了什么？千万别多想，拿着。行，那我就不强迫你了。不过你们这次出去要注意安全。有什么事情，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。放心吧，孟总，我和同学们会互相照应的。进来。说，什么事儿？丁总来了，您要不要去接待一下？他来干什么？好像是煤码头重建管理团队的事儿。哦，那这事儿也没人通知我呀。你得找江局和秦局。他们2个都去市政府了。那你还不打电话让他们赶紧回来？是。回来。哎，说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在局里边别老叫我叔叔的。你怎么不长记性呢？哎，知道了。再叫叔，别说我踢你啊。行，去吧。哎。
丁总，哎，怎么没在休息室休息啊？刚到，刚到。来，哎，丁局长，我们公司啊，刚刚代理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洋酒，我给您带了一箱，待会儿让司机给您放车上吧。您放心，不超标，就当是样品试用。哎，这我可不敢收。来，江局，秦局，目前看来，我们双方的合作还是很顺利的。上个月合同也已经签完了，考虑到港务局的资金需求，款项也一次性的打进港务局账户了。谢谢你和董事长对我们的支持啊！我刚刚调动工作的时候啊，就听说这个项目了。坦白的讲，当时我不希望这么快的推进，因为我怕对这个煤码头估值太低，对我们港口不利。这个请江局长放心，在签订这个合资项目之前呢，我们已经评估过了。这个问题呢，在市政府和国资委都有批复。我明白，这事现在就不说了。那丁总，那我们聊一聊下一步的码头经营管理吧。煤码头的管理情况一直都很不乐观，现在崖山煤矿的事情又让它雪上加霜，所以呢，我们认为想要先从内部改革开始，先落实管理团队，再开始整顿。那对管理团队，丁总有什么建议吗？这是我们对管理团队的意见设想，各位看一下。对这个煤码头的老班底啊，还有丁氏集团的一名高级副总，我是没有异议的。除了江涛，举贤不避亲啊，我并不是因为江涛是我的弟弟才犹豫，我还是对他的工作能力有疑问。关于江涛的履历呢，我们集团也考察过了。他离开煤码头这几年，在物流行业干得不错，小有名气的，所以他现在愿意回来，我觉得是个惊喜。这件事情啊，我和江涛也谈过了。他回来，一是看中了这个中外合资的未来前景，二来呢，他对东江港有感情，三是他想助你一臂之力。朱局，啊，他们刚才开了会，人都走了，都走了。说什么了？他们好像提让江涛做煤码头的总经理助理。你别说，江涛还真合适。你看啊，江河是局长，他前妻是董事，这江涛在做了经理助理，这以后港务局就姓江了。叔啊，那煤码头经理助理的事儿，你咋了？你就别瞎操心了，跟你也没多大关系啊。不是叔啊，行了，你别说了，快去。我别说了，快去吧。我知道。